卢卡申科向西方强硬表态，利用俄罗斯却不帮助俄军，形势相当老辣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初，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出发，进军基辅，结果因地面泥泞，装甲车队被堵在了硬化路面上，最终无功而返。直到今天，这样的场景仍然是泽连斯基政府的噩梦，也被认为是俄罗斯破解当前战场困境的一条捷径。在中国网络上，关于俄白联军从北部直插利沃夫或者再攻基辅的话题很热，但是这样的言论没有依据，也小看了卢卡申科的政治智慧。近日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警告西方国家，将白方卷入战争的企图不会得逞，入侵白俄罗斯将面临可怕的回击。他强调，除非遭到来自乌克兰的入侵，否则白俄罗斯不会向乌克兰派遣任何军队。白俄罗斯只在一种情况下准备与俄军并肩作战，那就是有外国军队攻入白俄罗斯境内。看到这里，该明白的人都明白，卢卡申科向西方表达强硬是真的，拒绝参加俄乌冲突也是真的。他正在利用俄罗斯的力量来稳固国内的政治局势，但是不会下场帮助俄军，这才是一个老辣政客的正常表现。作为一个夹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中小国家，白俄罗斯的选择相当明智。许多人应该注意到，在乌克兰参加作战的志愿者中，有一批人来自白俄罗斯，这些人原本就是反对卢卡申科的，也是极端的反俄群体。对于卢卡申科来说，其最大的利益诉求是维持国家的政局稳定，避免出现颜色革命。而其最大的威胁就是那些国内的亲西方力量，或者说是反俄力量。再加上白俄罗斯在经济发展上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联系，拥抱俄罗斯不但能稳定政权，还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。白俄罗斯的军队规模非常小，参不参战对俄乌冲突的结局影响不大，而该国的经济规模也有限，如果无法融入西方，就必须投靠俄罗斯。这个呢也很现实，因此白俄罗斯选择的军政策略是赞同俄罗斯并入乌克兰4个州，但拒绝派出一兵一卒参战。这同样有2大原因，一是避免成为乌克兰战场的被消耗方，在俄罗斯刚刚开始军事行动并拥有巨大军事优势时，白俄罗斯不参与，现在看到俄乌冲突打成焦灼状态，当然就更不能参加了。二是卢卡申科对俄罗斯开疆扩土表示警惕，关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合并的消息已经存在多年，最后呢被证明只是个幌子。卢卡申科实际上也想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，维持白俄罗斯的独立性，所以不认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，因为这与白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同样息息相关。卢卡申科的老辣体现在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位从俄罗斯捞取好处上，包括经济援助和军事安全保障。白俄罗斯不但不会出兵乌克兰，甚至还要求俄军派出一部分力量帮助其防御北约的威胁，甚至还有可能获得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。白俄罗斯的经济很难融入西方，这就决定了其变成一个新西方国家并不符合国家利益。但是呢，这不等于其国内亲西方的力量不强大。所以俄军的存在是白俄罗斯避免发生颜色革命的关键。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，影响国家之间双边关系的不是传统友谊，也不是基于道义，而是国家利益。卢卡申科不让白俄罗斯介入俄乌冲突，符合其国家利益，也符合其本人利益。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和国家领导人，卢卡申科的选择充满了政治智慧。明斯克政府在俄乌冲突中所持的立场表明，白俄罗斯不会直接下场参战，因为这不符合其国家利益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